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90年旅行者1号在61公里之外拍到的地球。所以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要焦虑，哪怕面对悲伤或者生活都要开心一点，因为人类在宇宙的时间线里什么都不算。46亿年前的天上还没有太阳，整个宇宙全部都是气体跟尘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星云。那到了45亿年前，这些星云才在引力的作用下变成了今天的太阳系。大家好，今天聊地球是如何诞生的。在银河系27000光年的位置上有一个安静的空间，那这里就是太阳系和地球出生的地方。那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稀薄的气体和雾状的尘埃开始的。那这些不起眼的物质就这么没有目的的在宇宙漂浮了几十亿年，一直到了46亿年前，附近有一颗巨大的恒星生命到了尽头，发生了超新星大爆炸。那它所释放出的能量直接干扰到了1光年之内的所有的气体云。在过了100万年之后，这些气体云变成了一个温度很高的原始恒星，也就是太阳最早的雏形。那只是这个时候太阳的内部还没有发生核聚变，所以只能算是一个温度很高、亮度很高的气体球。那在这个时期，原始太阳的周围还有一圈环绕它的气体和尘埃，叫做圆星星盘。那这些气体云在重力的作用下开始聚集、碰撞、融合，最后形成了8大行星。那其中体积最大的就是木星和最靠近太阳的水星。那虽然这个时期原始恒星还没有被点燃，但是它表面的温度已经变得非常高了，这就让周围的氢跟氦不能停留在原始星盘里，只有那些比较重的物质才能聚集在太阳的附近。那所以这些被高温驱散的氢气体只能漂浮到距离原始恒星更远的地方，被温度更低、质量和引力更大的行星抓住，形成以氢氦为主的巨大气体行星。这也是为什么像地球这样内部都是金属和石头组成的类地行星，基本都出生在原始恒星的附近，而那些内部主要是气体或者冰跟水组成的行星，基本都出生在离太阳很远的地方。那我们一直说的原始恒星，它其实就是太阳的婴儿期，在还没有变成大火球之前，它还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恒星。直到第一颗超新星爆发的1000万年之后，在太阳系里才出现了木星和土星。那没过多久，天王星和海王星也出现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原始恒星内部的温度开始快速的上升，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让氢原子开始发生核聚变，慢慢的转化成氦，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瞬间就点燃了原始恒星。这也是太阳变成主序星的开始，成为了一颗真正的恒星。那还有一点，太阳和巨行星的位置并不是一开始就固定好的。那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目前科学界只有一个还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叫做跳跃迁移模型。那根据模型推算，他认为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最开始的轨道比现在距离太阳要近非常多。那这个时期包括地球在内的火星、水星还有金星都还没有出现，所以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显示，在木星形成了7万年左右，它的轨道就开始出现了偏移。差不多在10万年左右的时候，木星移动到了现在火星轨道的附近。也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迁移，对太阳系中类地行星的形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在木星跟太阳之间存在了几十个原行星，它们都被强大的引力吸引到了太阳或者木星里。那甚至有一些原行星就直接被扔到了太阳系之外，而剩下的那些原行星就像经历了世界末日一样，开始不停地发生碰撞，发生大爆炸。那这些大的行星就开始吞灭小的行星或者爆炸的碎片，那这其中就让土星的质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并且它的轨道也在不断地向太阳靠近，所以木星和土星的距离也就变得越来越近。那最后出现了轨道共振，在这种影响下，也就导致了木星的轨道开始跳跃式的移动，才让当时的木星和土星同时的远离太阳，也就形成了今天太阳系的行星格局。这也是为啥行星带里的星体会变得这么少。那在木星形成的60万年之后，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才逐渐的稳定到了各自的轨道上。所以刚才说的跳跃迁移模型，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它是对的。但这个模型确实也解释了太阳系跟其他星系不一样的地方，比如银河系其他恒星的系统里一定会出现比地球大几倍的超级地球，但这在太阳系里就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那还有一点就是火星的质量为什么会比地球和金星的小这么多？有研究认为，在早期木星迁移的时候，就把大量本应该是属于火星的资源都抢走了。那虽然木星的迁移对很多行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好处就是它把大量的小行星，包括水和冰什么的这些物质都送给了地球。那这对后来地球出现生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在木星迁移的60万年之后，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这些类地行星也全部都形成了。这就是从尘埃到行星再到太阳系的故事。那星在地球已经出现了，但是天上还没有月亮。那其实说到月亮，它就算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星球，因为它的内部物质跟地球差不多是一样的。那如果按照现在的科学推算，也就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说法，在45亿年前，有一颗跟现在火星的质量差不多大的行星叫特伊亚，它在太空旅行的时候撞到了当时的原始地球。那按照模拟器的结果来看，两颗地球在相撞之后就出现了大量的碎片，而这些被抛出的碎片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今天的月球。那刚才说的特伊亚，它在撞击之后，有一部分是跟地球融合在了一起，还有一部分是跟月球融合在了一起。这也是为什么地球跟月球物质非常相似的原因。那还有一种推测，据说月球形成只用了几个小时，因为当时地球它的内部基本就是一个充满岩浆的海，还没有完全的冷却下来，所以要感谢特伊亚的撞击，才让地球的表面像液态气泡一样变形，等到冷却之后才出现了坚硬的地壳。那包括现在地球上的金属，比如铁什么的，也是在重力的拉扯下才进入了地心，也就是这些金属才让地球出现了磁场。那正是这些磁场才保护了地球的大气不被太阳风侵蚀。那还有一个让大家都想不到的是，海洋可能是在月球形成后的100万年之内才出现的。那据说这个时候大气的压力可能是现在的几十倍，这就让水的沸点变得很高。也就是说，哪怕当时的温度超过了100度，也不会让海水沸腾。这也让液态水可以一直的存在不蒸发。那简单的说，就像现在在高原烧不开水是一个道理。那等到地球的温度冷却下来之后，海底的火山口，也就是深海热泉，开始喷发大量的矿物质和有机物。所以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可能在43亿年前，地球就已经有了适合生命出现的环境。因为通过分子生物研究的推算，所有生物遗传的基因可能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而第一个生命体就出现在43亿年前。那最后，地球在木星和其他圆行星的干扰下，经历了上亿年的时间才稳定下来，所以它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之后，它又孕育了这么多生命，更是一个奇迹。而最牛的就是，现在的人类已经准备好了走出地球。